有人喜欢批评中国、俄罗斯、伊朗，说他们是新的轴心国。但是中国人不要真以为自己能和俄罗斯公民与伊朗公民在同一个高度。中国人的命运与中国人享受的权利远低于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们。俄罗斯在战争打到这个份上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封锁 YouTube、Google、Wikipedia、Instagram、Facebook、Twitter、BBC、CNN 等一众西方网站。平心而论，这些网站的确散布了针对俄罗斯的许多不实信息与对普京的个人羞辱。一个独裁者能在战争期间做到如此宽宏大量，不得不说他的自信来自于他的魅力与能力。此外，他的宽容来自于俄罗斯的宪政体制，即便不完美，但也比没有强。2022年3月14日，俄罗斯女记者玛丽娜·奥夫山尼科娃闯入俄罗斯第一频道的直播间，展示抗议标语反战。最终的处理结果是罚款3万卢布，折合人民币只有2200块。那他被编控了吗？没有。4月11日，他就接受了一家德国报纸的邀请，成为了该报的记者，离开了俄罗斯，投身于反普京宣传。后来他又往返俄罗斯多次，皆未受到阻拦。俄罗斯法律在法理上的确不算是一个崇尚严刑峻法的法体。你能想象一个独裁国家连死刑都没有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确是一个恶劣的伊斯兰教极端神权国家。伊朗人口不到1亿，但是每年处决人数却接近有14亿人口的中国每年处决人数的1/5，可谓严刑峻法。但是他愚昧和极端的信仰也造就了他神奇的自信，也在一些和神权不直接冲突的方面愿意妥协谈判。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由于他认为他的真理是不可战胜的，他并不怯于让老百姓了解外面的世界与外面的观点。上述网站 YouTube、Google、Wikipedia、Instagram、Facebook、Twitter、BBC、CNN 在伊朗也是一个没封。就连充满对哈梅内伊教主批评的波斯语 Wikipedia 哈梅内伊词条都可以被伊朗人民随意浏览。在伊朗唯一被封的只有 Pornhub 这样的色情网站与 Tinder 这样的约会软件，这是由于他对伊斯兰教的落后解读，因此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由于他的道德标准。俄罗斯在这方面没有禁忌，因此俄罗斯的网络是真的四通八达、自由自在。伊朗神权另一大特征就是教士权力只是优先于世俗权力，并不是已经消灭了世俗权力。虽然教主可以罢免民选总统，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权也掌握在教士们的手里，民选总统对于教士们也是服服帖帖。但是伊朗总统的确是产生于真正的一人一票。伊朗的军队也是分为国家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互不隶属。这就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100%的私人财产很不同。今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垮台时，继承教主成为伊朗真正最高权力领袖的，将是通过民选上台的现成的伊朗民选总统。伊朗民选总统不论在合法性上还是合理性上都说得过去，届时监督伊斯兰革命卫队缴械投降的也将会是正牌的现成伊朗国家军队。再举个例子吧，在伊朗和俄罗斯非常普及的聊天软件 Telegram， 在伊朗拥有压倒性的市占率，在俄罗斯也拥有超过1半的市占率。他的老板是著名的俄罗斯反普京企业家帕维尔杜罗夫。Telegram 完全不受政府监管，也支持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的端对端加密聊天功能。想想看，中国的微信，所有信息都是明文传送，共产党到后台看得一清二楚，后台莫名其妙占用资源的间谍插件一堆一堆，连你跟人说个悄悄话都没有真正的隐私，只能道路以目，真是见到了骨子里。还有一点，虽然一神宗教不适合中国的民情，这点也不必去学，但是俄罗斯基督徒和伊朗穆斯林的信仰的确让他们在困境中获得勇敢和力量，纵使一无所有，他们也有他们的神，给他们勇气反抗那些不可容忍的政治迫害。反正我是真没找到俄罗斯或伊朗有人被政府欺负了，反而把屠刀砍向了幼儿园无辜的儿童或类似的新闻。报恩和报仇都是人世间的美德，血债就要加倍奉还，才能惩前毖后。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哪怕是死，也要达到目的，才不枉此生。对于这一点，懦弱又贪婪的人民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既没有俄罗斯的一堆毛病，
虽然很不完美，却存在也在真实运作的宪政体制，也没有伊朗神权外那一套完整的民选政府。不夸张的讲，中国14亿人里有13.5亿是一群贪婪怯懦的傻逼，这就是中国人永远不会被中国共产党当人的原因。很多恬不知耻源自无知，很多无知造就了恬不知耻。现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掌权了的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还没掌权的共产党，所以中国的解放才会看起来如此遥遥无期。